哦，因为我可能是我先讲说，勇敢的人可以先享受这件事情。对啊，对，然后换他一直在告诫我这件事情。你们两个都不勇敢啊？我有，你比他勇敢一点。我昨天勇敢了一次，很棒。还有3天，还有3天。我为了这件事情，那时候各房的时候哭死哎，卫生纸一大团的，然后还粘着。为什么？为什么？说。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有机会，可是又很担心你会不喜欢。好，对，这内心是很挣扎。我觉得我勇敢了这一次，所以我昨天一直说来救。好棒，好棒哦！我最喜欢这种的啦。你喜欢直球型的吗？没有，我喜欢觉得自己很棒的人。觉得自己很有自信。我很喜欢他，我跟他讲之后，然后他对我的方式就是，他就直接说，对我昨天选你就是很开心，我就是现在可以约你出来，我就非常开心这样子。所以当下我觉得就是变得很自在。对，没有啊，我现在说对自己觉得自己超棒的那种，很优越。对，就喜欢优越的人。约你是吗？你觉得我优越吗？我不觉得，我觉得你有点在藏。你觉得我在藏？一开始是我不敢跟你对眼，然后到后面是我一直在看你，然后你一直闪眼闪，我会怕，然后我就好伤心，我好伤你心。们的眼都太炙热了，那个手拉雅也很炙热。我吃硬不吃软的人。这么玩的吗？不是啊，我是说个性啊，个性上，就是你如果好声好气的跟我讲，我反而没什么感觉，我拖拖拉拉的。但是你很凶的跟我讲，我就会立马去做。你这个死 M， 我就会立马去做好。那个死 M。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什么啊，你如果超开心啊，你就是要跟李佩宇约会。哦，那我就很开心，因为我被他抓去约会了。你会有这个感觉？会 OK， 我喜欢别人，就是那我知道了。我跟佩佩在动物园在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没有在看动物，就是其实真的很认真在聊天啊。那聊了一整路，就是有把一些我不知道怎么办的问题问过他，然后他也给我一个答案，有讲开，然后也知道，因为有相处过一天，就觉得这个个性就能理解说，他也有点急性子这样。弟弟跟我假如真的要排分数的话，你是第一啊？我说分数第一啊？没有，我说喜欢程度，我想知道。第一啊。因为你跟别人其实聊得更开一点，这样，然后好像遇到我好像就会有点躲这样，我就觉得我也是有一种有点被讨厌嘛的感觉，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然后我就都只敢给同分，但我觉得今天有聊过之后，我可能会给不一样哦，可能会太高哦，我要知道，快说，满分哦，不行，你要真诚，真诚吗？啊，你说10分。10啊，没有9啊，1分都没有，少1分都没有。如果可以100，我就打100。为什么？我到底我做了什么？因为我喜欢你的很直率的感觉。哦，真的吗？对，萌萌的样子，呆呆的样子，看起来很反差。但是很喜欢，就是我觉得你有那种主见的感觉。对，但看起来是又那种比较需要被保护，这样就是很反差。哦，你懂那意思吗？懂。问我为什么那就说我就说因为我喜欢你啊。我发现他喜欢直球啊，然后我就给你直球。本期节目非常感谢我们的干爹337同居约会赞助。今天早上那边模仿那个蜡笔小新，那长超像的。的姐姐，你模仿一下。漂亮的姐姐，我妈妈是黄脸婆。小龟。佩佩说她昨天，为什么你会想要就是让她找我跟你约会？因为就是想要了解、认识一下，就是作为、作为亲姑的那一种感觉。前一次就是跟弟弟了嘛，我想要再沉淀一下再行动。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那种恋爱的心动感吗？是因为太害怕失败嘛？就是我会先，就是在我觉得我可能会失败之前，先发别人好人卡。先下手为强的那种感觉。真的？
就是太害怕了啦，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昨天的大坦白局耶，真的好，对啊，大家都在坦白。对啊，就我第一天不是去找你吗？哦，对啊，问你要不要跟我出去。你跟佩佩同时来找我。对啊，结果你们2个看对眼了，就没办法。然后我们3个在那边这样，一开始有点那个修罗场的味道。有，对，其实拼色也是蛮好看的。有美感哦，美感这一块拿捏住。Yeah， 哎，不行啊，不行这样子。起爆音，快点！不行，我们要恋爱哎。我们吗？对啊，我们不可以一直就是在搞笑。好漂亮哦！哎，小心手。这个要小心什么？小心什么？小心剪刀。你摸这里，小心触电。更没有插电。所以你不担心我抢走佩佩？还好啊，还好是有，是不是？也不是没想过你们2个会不会就突然互相喜欢，但是就他们有很动摇吗？我觉得他整体上来说算是蛮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如果他最后，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互相喜欢还是这样的话，我也是觉得蛮祝福的。因为说毕竟就是我们也没有认识多久，所以要说有多深的情感也是还不至于。就是如果他可以遵循自己的内心的话，我也是觉得不错。但其实一开始同期讲话的时候，我有吓到你说声音很低吗？没有，就是太直接。哦，就那时候第一天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你很白痴什么的之类的，那就吓到。对啊，我其实也会这样觉得，但是我看其他人好像都觉得还好。就是弟弟什么的，他们也跟他聊得很来。因为弟弟我以为他会是就是心思很细腻的人，然后可能也会就是在意说他讲话很直接，可能会伤到别人，或者会对自己的观众，对啊，对，就形象会有损之类的。但弟弟好像也没有很在意，所以就是觉得我想说是不是我想太多？对，可能我们想太多。因为这种事，你刚刚说什么朋友说什么一定来这里一定很受欢迎什么，我朋友也是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长得不算差。你根本是金字塔顶端的好不好？你的五官超漂亮的。不要夸我。没有，我真的想要你的鼻子。我前几天一直在看埋线浓鼻，然后我一直在找我想要的鼻子，你就是我想要的鼻子。不要夸我。不要夸我！我刚刚讲什么我忘记了。天哪！不要夸我，不可以夸我，我会飞起来，不可以夸我。那就是可以答应我，就是录影结束前可以让我多特写几张你的鼻子吗？我想要带去诊所，请帮我整成这样。给你拍。你鼻子超挺的。不要再夸我了，拜托，我讲不下去了，我会疯掉了。你看，你这么三角形，然后我只有这样。不要再夸我了，你不是超好看？你不要再夸我了，你不要夸我，你先让我讲完我要讲的话。好，对不起。冷静。好，我觉得我今天跟你聊天是，算这几天让我觉得比较深入的。那我现在在你的第一名吗？这样问这个吗？直接一点嘛。你是说哪一种的第一名？就是可能想要更深入认识的部分，撇除掉弟弟，撇除掉鲁妍，就是以你们忙内来说，我觉得我跟你聊是聊最深的。哦，真的吗？我觉得是。会不会其实我还蛮会聊天的？你很会聊天啊！就是在等你说这句。你在说什么？你很会聊天，我认真。开心。和同级约会完就觉得，
名不虚传，名副其实，真是一个很直接的人。但我觉得他和1对1的相处，还有在团体中的相处，其实很不一样。我觉得1对1已经比就是团体的相处还不直接很多了。可能因为我已经跟他在这里大概5天了，所以蛮能接受的嘛。就是他的直接不是会让人受伤的，只是会让人有点吓到，好真实，然后好直率。不过是我没有觉得这不好，就是反而还蛮珍惜他有这样的特质。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有画眼线跟没画眼线，就是没什么差，眼尾的差而已，其实还好，就眼睛感觉变得更修长啊。但是媚的话，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多，都会有那种感觉。不画也是吗？但是你的圆眼睛不会是那种狗狗眼的圆，就是也是媚的圆。就不太知道他们所说的媚是怎么样。没有，我没有，默默觉得白搭。现在跟你们太熟了，没办法放电了。哇，真的吗？还是可以，可以吗？可以。有啊，有啊。来了。哎呦。你这样就会想要。这么经不起诱惑的。是啊，确实。哎，你那天跟索拉雅约会怎么样？你想知道吗？想知道。好奇吗？我跟每个跟他约过会的都聊过。所以你跟所以你可是他约过会的是谁？伊娃、萌萌跟你啊。我还同一个房间嘞。我之前前3名就你们3个啊，所以我会去问啊。哦。你有发现我跟他就是有约会完之后回来之后，我觉得你没有看起来那么不开心。我是没有不开心啊，因为你出门前不开心。我出门前是害怕，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前天晚上直接是那种，好，我要准备好这样。我也要。干嘛啦？人家也要抱抱啊！看到想抱抱，看到就想抱抱啊！你在他们面前，这很明显嘞。很明显什么？你害怕吗？他知道我们在干嘛。我说他，我不在乎啊。哦，好，吓到了。看就看咯。我也要抱抱啊！好。看来羡慕了，想做一下吗？你不是说可以让我做我自己吗？可以，对，好，喜欢，喜欢硬来。等一下，你这个掐脖子，我跟你讲，闭嘴，不要提这个了。晚上闭嘴啊！你那个跟伊娃一样。哎，等一下，前面你还没有讲哎。我讲到哪里？索拉雅，你会害怕他什么？太爱开车这件事情有点太多，对。但是这就是他的个性。后来他是一个会顾任何人的情绪，而且他会看每一个人需求，去改变。但是他会很累，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样太累。他可能有发现跟我的话消耗的能量太大了，因为他共情太多。他就是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人家觉得会一直想要把你的情绪抒发在他，就是告诉他这样。对，可是这样的人会很累，很开心的约会，但是我会觉得说，不适合，这样是不是互补的？这是他在痛苦的。对，就是垃圾桶啊、厨余那些，是他整理的。我就觉得哇，他一直在默默用他的方式在关心我们，一直在帮助大家这样。对，他可能会是就是我们的很好的朋友，但是不能长期同期，因为我觉得他会太累。所以后面我们就比较偏分开一点。所以他需要找你充电的时候，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我不会吃醋。你会吃他醋哦？吃你的醋。哦，白痴哦。我在意的人，他是别人的电池。不是雨来了，在我脸上。一直打。我有3。有没有可能你就是有个保护罩？你有一个保护罩，然后我没有，所以蛮大的。谢谢眷顾，这样。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
不给你签， Why not？只给伊娃签。为什么？我只有签伊吧。娃，我没有签别人的手。有，你有跟那个 Sarah， 他没有吧？他没有怎么可能签我？他不是在充电的吗？哦，他充电的时候，哦，吃错，不爽。然后有时候滑那种网络啊，他们也会就是双的那些不好的言论之类的。对啊。然后我就有典藏了一些就是追男团的东西，哎，我转发超多哎。然后但是我又怕别人会觉得，就是你不是觉得你自己喜欢女生吗？你为什么还喜欢男团这样？我那时候也是一样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追星这件事情跟恋爱是可以分很开的，真的分对很开。我来说，我们虽然嘴巴可能会叫老公老公，但其实完全心里，如果他靠近我，不要先不要。对啊。你 CP 最喜欢谁？我 ENHYPEN 我最喜欢金善宇和西村丽，感觉还不错呢。对啊，年下，而且是年下，年下好年下弟弟。然后看到哦，大家都是比较多双的那种类型，就觉得安心，安心，对，安心雅。好像我也不是那么异类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女生不会太在意性别，是因为比较容易被就是精神上的吸引，没错，互相理解的那种感觉。哎，我那时候就是那个结婚选你，因为我看起来比较稳重嘛。对啊，我就觉得我们感觉就是一个超级平稳的状态，然后我们待在一起，然后这是比较感性的原因，然后在外面再找一个，对不对？难过。但是比较理性的原因是优生学，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他说佩佩不漂亮，没有，但佩佩说他被说上床才开心。哦，他喜欢哦，我比较喜欢结婚，让人感觉好像我很可靠这样。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外貌自信比较高一点，但对内在的自信不是很高。怎么说？就是我会认真的觉得自己其实有时候蛮漂亮的，正常。让人喜欢的外貌，比较有自信，但是让别人喜欢的内在嘛，其实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有趣，或者是让人个性上的魅力，你觉得比较模糊吗？对，就比较好像还好，好像没有的感觉。然后那时候也有跟可以说，感觉最理想的那种谈话状态就是想到什么就在讲，那就不用一直想话题了，就是要有呼吸感嘛。这段对话，对，你不尴尬，别人就不尴尬。其实我蛮少感觉到尴尬的气氛。哦，你跟佩佩很像。对啊，我对尴尬的那个敏感值比较低。哦，就是别人有时候会突然说啊，好尴尬，但我其实根本怎么没感觉。哦，我是觉得感觉有点尴尬哦，但是算了，就随便。反正我假装我不尴尬。对啊。然后那段路上他蛮积极在开话题的，虽然他可能也不是故意要开，他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他也有说他觉得这种想到什么讲什么，然后不讲话也没关系的这个关系他很喜欢。就是晚上然后灯暗暗在车上，我就会觉得那个瞬间会两个人是很安稳的互动，还有相信彼此吗？这样子对我来说很好。那你觉得佩佩嘞？应该是兔子吧？兔子哦，的确有那个。我前任都说我很像猫。哦，如果是分猫像跟狗像的话，我应该也是偏猫。对，但我觉得佩佩那种兔子是那种宠物当家里面的这种，就很那个，很活泼，一条一条线然后有点小坏坏的，意见很多的那种兔子。这样称赞吗？算吧。我之前在动物园有看到一只超可爱的树懒，你要看吗？我有拍照。
真的好看，好可爱的树懒哦。对，那个梗但其实我有时候不太确定我是什么树，因为感觉就真的长得比较像人一点。真的，但还是会有某种动物的特质吧。对啊，我觉得你也有点树懒的感觉啊。其实我的树懒是因为就是圆的那种，这样的树懒，然后你的眼睛是慵懒感，闪电的那种，对对对，所以你也有点树懒感觉。哦，哎，我们都是树懒，树懒夫妻。要同一个手势吗？到时候再传给你。好啊。哇，有想法。在干嘛？直接累到不想讲话是吗？还在休息。我也是还在恢复我的能量中。我们两个好像能量都不好，然后我有一直在观察，我看他好像没有很想聊天，他是有点间歇性休息，他很喜欢这样说。其实我跟他交流不会说什么很累，没有我一开始或昨天晚上想的那么可怕。对，所以大部分还是体力的累，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直接跟他说，我很累了，我想要休息，然后彼此就真的在休息，这种很朋友的可以直接讲你自己需求的氛围很好啊。因为今天我可能如果跟他不熟，我可能还会真的就是硬盯，不要那样睡这样子，但可以直接讲出我的需求，舒服自在的这样。不行，我真的睡一下。好啊。我的约会对象死掉了，你看，被我下药，被我下药了。我要下什么东西？下蛊？下蛊。蛮好笑的，又把它拍起来。他可以想做他自己就做他自己啊，然后我把它拍起来，我觉得蛮好笑的。你知道我不是标到最后一样道具，然后是不能告诉别人的神秘道具。对啊，秘密武器。对，我觉得还不错。选床位的。对啊，好可以爽选床位了，所以我根本就不怕，到时候床位要跟谁睡，因为都是我决定的。哼哼哼哼哼哼哼。啊，这是蛮香的。对啊，其实很香，蛮好吃的。这个菜最好吃。精神开始来了。不然我开始有精神了。突然开始变多。吃到好吃的东西，心情都好起来了，精神都来了。我一直很想飙到那个可以知道某一个人的心动对象前2名。我很想知道索拉雅的。为什么？我不知道，超好奇的。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他不告诉我啊。好，你已经问过了。他完全不告诉我啊。就是那种越不讲的人，我越好奇，所以才一直问同期。他为什么不好奇我？你知道啦，我早就知道了，还问干嘛？我知道。你不好奇我别的事情吗？没有啊，那个是心动前2名。这个是不是？没有啊，我说那个卡牌啊，你不是刚刚在问道具的事吗？对吧？
是想问说，为什么你第一天你会选羊驼？我没有选羊驼啊，因为我是最后只剩下2只羊驼啊。哦，所以其实你原本也想选狼。即便我到现在，大家问我说，如果我有羊驼跟狼可以选的话，我要选什么，我也说不出来。有时候会觉得应该多数时候是主动嘛，但我觉得那是因为我都喜欢上被动的人，所以我必须主动。可是如果是问我自己本身的特质，我没有觉得自己主动到哪里。哦，然后你都喜欢被动的人。对，你喜欢我？没有啦，开玩笑啦。哦，来闲聊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话也太正经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太正经了吗？我跟你今天的话题，我觉得很正经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可是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很正经的人啊。就是你把小哈排除掉以外，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最正经。小哈好，很正经，厉害。没错，就是没有想到，是没有想到。你是政大，我好像有听到，因为我那天有听到我说什么他读政大幼稚园啊什么，为什么要突然讲到政大这件事情？像你们这种社会顶端，我没有社会顶端，我要证明。哦，我要重复，这不叫社会顶端，这只叫比较幸运而已。什么幸运？但是你自己。我没有觉得我比较聪明啊，而且我也跟一些就是只有读高中职的人约会过，然后我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我觉得学历是一个人的一小部分，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只是有些时候讲话对不对平，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话题，确实多少会跟学经历背景有关系，但那不是绝对。我也没有真的把自己当做什么顶大神在看待。我觉得你们这样的想法很好，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就很不好，我需要有一个 SOP 就需要找到可以让我拿来做区分的东西。工作除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只能拿学历来看这个人的状况怎么样。短时间内，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你学历高，一定有你学历高的原因；你学历低，一定有你学历低的原因。所以你不可能要我全部要我完全排除这些去跟一个人相处。所以你会很介意对方如果今天他只有高中学历？我会很介意，因为我很慕强。所以你说因为我虽然说我不觉得我读的学校多好或不好，但也不差，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在中间值的状态。可是你现在跟我说要我跟一个只有高中毕业的人在一起，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改变，就是我很难去改变这个想法。跟一个学历高到爆炸的，就是哈佛之类的超顶尖，会自卑吗？因为我也会，而且我不敢，我会觉得自己配不上，我也会觉得自己根本就，我怎么可能？就是我刚刚在思考，就是佩佩看到我这样子的人，他会是什么想法？你看到我这样子的人，你会是什么想法？就是我们这种可能比较平民老百姓的部分。没有，我跟你差不多，你问佩佩就好。你这样跟我差不多，你别闹，你那样差不多，我们都是跳楼了，我跟你讲。哎呦，差不多什么？我不要，我不要承担这个篓子，我不要淌这滩浑水，我不想要占学历。谁让你谈？我没有跟你占学历，我只是觉得，就是因为我很崇拜你，因为我不算是会读书的人，我会有学校读，也只是因为大家的生长经历也都是这样过来的，就是你就是要好好读书，你之后才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就我觉得我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刻板印象，造就了我现在这样的个性。只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势利的人，就是像现在我听到你跟佩佩都这么顶大，我就不敢靠近你们了。等一下，我觉得我配不上。不知道，那你都读到顶大，你有办法接受一个高中学历的人吗？高中吗？对啊，就是只读到高。你们好棒。就我自己也没有觉得读到顶大真的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他今天是一个上进的人，或者是他在其他方面很厉害，例如很会音乐啊，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特长，我觉得就 OK 啊。我现在的生活环境很少遇到这样的人，所以确实。约会对象、交往对象也都是相近学经历，不过我觉得这不代表我会因为别人的学历太高或太低就觉得没有机会。就我承认，每次在跟别人自我介绍，然后提到我的学校的时候，是会有小骄傲的感觉的，也真的没有到就是那么顶尖啦，所以也不希望
任何人和我相处，或者是我和其他人相处，会因为学历的差距而感到压力。然后，而且我跟彤其实没什么差，他年纪真的比我大，所以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那个跨不过去的坎，但是也算还蛮能同理的嘛，因为自己身边有更多就是顶尖学历标签的朋友，然后自己确实有时候跟他们相处上会有自卑感，不过也借着提醒他来提醒自己，希望可以不要太去斟酌于此，学历如浮云呐。好吃。这道很好吃。哦，真的很好吃。好棒哦，这个很幸福。好酸哦，酸酸的。柠檬。你有看过那个吗？好吃豆腐椒盐。没有。钢铁碗工。没有。我要看什么？等一下，因为我要准备模仿了，你要知道我才会不会那么尴尬。好，我要找一下他讲好酸。哇，真冰凉。就是我又在模仿了，是模仿那个钢铁碗工，就是他会喝一杯很冰的气泡水，然后他喝了之后，他就说，真冰凉。他会这样抖。还有好事多胡椒盐那个，那就是会加很多醋嘛，好酸哦。我觉得他也是很爱表演的人，很爱演戏，所以很好玩。所以你是有跟家里出柜吗？跟我妈妈而已，因为我爸其实是比较传统的大男人，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办法接受。真的。然后我妈也说，先不要跟你爸讲。那你跟你妈讲的时候，她有什么反应？就是这样，我早就知道啦。我说谁？你妈没有，他其实是喊他自己本名。但是跟他说谁？你妈哎。就如果以恋爱来说，你会希望你们之间的气氛是一直都强烈的，就是恋爱感吗？或者是一直有在暧昧，或是讲的话、丢的球都是很直接的表达浓烈的爱意嘛？对，我觉得那可能暂时大概就可能最多1个月就好了。我更喜欢那种细水长流的感觉，我也更喜欢就是那种朋友感。但是有时候可能就会很模糊那个就那个友情和爱情。对，可能他会觉得不够有爱情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如果一直轰轰烈烈的话，好累哦。我觉得你越热烈的爱，就一定会有越严重的吵架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因为你们整个情感都是一直很浓烈的状态，所以情绪可能会变得比较严重。对，他喜欢对方对他表达很多爱意，还是就是不需要这样？然后他就说，如果要很轰轰烈烈的感觉，应该就是最多1个月，不然太久也会累。然后我觉得这跟我蛮像的，因为我也是喜欢就是安稳的感觉就好了，就觉得我们好像算是蛮相似的人。帮你剥虾。那已经播完了。好，帮你切下头。对不起。你回来啦！哎呦，乱跑，坏。我妈有时候都会说我漏嘴，嘴破洞，那桌上都会一团糟。真的怎么这样？没有啦，哪里没有？没有很糟，没有很糟糕。其实我以为在约会中萌萌的话会更少。我们讲话的频率就是那种舒服不会尴尬的
但也没有说就是一直聊。其实一开始认识萌萌的时候，我是觉得有可能会发展的关系，或者是想认识他的这样子。但就是后来知道他跟佩佩就是有互相好感，然后因为我也是佩佩的朋友嘛，然后就会想说，那就祝福他们，因为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强求这一段可能会发展，也可能不会发展的关系这样子。那你跟萌萌聊完之后，你觉得怎么样？可以问吗？你想知道吗？想啊。你确定你想知道？怎么了吗？其实一开始想，就是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想知道吧，就是我讲了，他一定会吃醋吗？或者他一定会给我一些他的表情，我看得出来他不开心，所以我是问他，你真的想知道吗？你说怎么样？我会吃醋，我会难过吗？难过？至于吗？我会吃醋到，我会吃醋的话，我考虑一下。会吗？吃醋吗？怎样会吃醋？你愿意讲吗？我愿意讲，是你愿不愿意听吧？我要听啊，我要听啊，不然我就不会问了。然后你再问一次。所以你跟萌萌聊了什么？你们两个聊了什么？你们聊了什么？大概你想讲的，30分钟内你们聊的没有啊，我没有聊30分钟，我们聊3个小时吧。你看你自己要问，我没有，我只是刚好放下。我们12点半去哦，我们4点才回来，只讲一点点，我觉得很好啊。原本30分钟，但是我们聊3、4个小时，一定没有不好啊。这样子，他觉得他就还是有他的微表情，但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了。好聊吗？开心吗？不好聊，不会聊3、4个小时吧？好，不问了。好。因为他其实是问了2次嘛，你觉得你回答之后会影响他对你接下来的感觉吗？觉得是会影响他的心情。既然你要听会不开心，那你干嘛问呢？我们就专注在当下，我们现在聊天就好啊，干嘛去问别人？但我从第一天就觉得你眼睛很漂亮。真的？我就是喜欢你的双眼皮跟大眼睛。对啊。还有笑起来眯眯眼这样，对，很可爱。因为睫毛很长。对，睫毛真的是，你都没有涂吗？你的睫毛很浓密很翘哎，我认真的。啊，这是真的哦。真的哦，真的哦，不是假的哦。快吃，还是我一个人在吃啊？我欣赏一下美好的事物。谢谢。能够欣赏一下美好的事物。好啊，多看一点。这样我以后还能再继续看吗？看缘分。啊？这本来就不保证的啊，没有事情可以保证。那是旋风师盯着我看的，我就各个细节看一下嘛。啊！睡觉的时候没看哦。睡觉的时候我不敢动，我怕吵到你。可是我有一直看。那怎么看？其实我有看，因为你是靠在我肩膀啊。我是可以这样看的。来尝下新的哦，刚上的，有点烫手。我也要。这是鱼耶，先给你。耶！哦，好好吃哦！真的，它鱼好嫩哦。其实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对，所以我很难得会去称赞鱼这件事情。对。眼睛睁大一点，1、2、3。怎样？你是拍几张？我看，而且你的都有滤镜耶。对啊，等一下很多。你的眼睛怎么？我还可以眨眼。对啊，而且这个超想睡耶。你这样在瞪我吗？就是好了没？拍完了没？就你去外面
超像，超级像。就是我跟卢妍一开始我对他就是会眼神回避啊，空间回避啊，讯息回避啊之类的。但是到今天之后，因为东西都讲开了嘛，然后我觉得我自在，他也自在。其实我会觉得这样子很好，就是我不会觉得说这次回来觉得精疲力尽啊，然后什么都没有解决啊，没有，我就觉得现在他变成为一个我还是愿意把一些事情告诉他。我现在敢看他的眼睛了，对，不会回避了。我也不觉得我不是读顶大我就糟啊，但是我就觉得我比不上那些顶大的啊，干嘛比较？我也不知道啊，那我就是会这样比较，就像是反正有没有读一间好大学，不代表未来的成功与否。不知道啊，我慕强嘛，我就比较慕强一点。要想你这个。天哪，那这样我会不敢靠近你跟佩佩，好惨。不用这样，谢谢。那我必须说，萌萌也厉害。其实看得出来。好吧，那我不要靠近你们好了，我自己去旁边玩。不用这样。你的点是你会怕对方看不起你吗？我觉得不会啊。看不起我吗？不知道，就是他看不起我是一部分没错，但是他会让我自卑也是一部分。不过虽然说我确实会有上进心，会想要让自己更配合上他嘛之类的这种想法，就是我会有上进心，会想要再跟他，就是让自己努力一点，再跟他可能可以再靠近一点啊之类的。但是顶大的部分都有点太难以靠近。然后你们这些在社会上层轰来轰去的人，我碰不到。也没有上层吧，我觉得我毕业后可能薪水也不会很高。但是赚到的钱不是一切啊，就是我觉得以经历来说，你们就是已经有那个等级的经历了。那我明天可以让你选约会对象，你会选佩佩吗？我会选他部分也有好多原因，就是可能我也在磕佩佩跟萌萌这一对 CP， 没有啦，就是也是有啦，就是佩佩跟萌萌他们的喜好比较合，然后像你刚刚说萌萌也蛮厉害的，你在成全别人，傻人。我觉得我跟他们就是完全是相反的人啊，就是你说对吃的也没兴趣啊，然后也没有这么的容易有情绪，因为各种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好像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你对他是真心的，就不要那么快就放弃。我还是会跟他当朋友吧？吗？不好说。如果是在感情方面的感觉的话，好像大家都公平竞争啊。对啊，大家都公平竞争的。我现在被说他不想跟我约会啊，我没想到我干嘛选他，就是好像他不想跟我约会的状态下，我下一个可能弟弟吧。弟弟吗？刚刚我觉得跟他相处起来很舒服。我昨天吓到的是，我们不是念了我的匿名信语出来吗？就是念完之后，弟弟就最后结束，他就走过来跟我讲说，我很勇敢的，就是他听得出来，就是萌萌那个讯息是我写给他的那，就是那一瞬间我也是哭了，就是哭饱那种，就是被他发现我在勇敢这件事情上，就是我发现他也是会找到我的情绪的那一种人，我就跟他相处起来是很舒服的。她明明是个姐姐，但是她的好感度确实也上升很多。1、2名可能弟弟也是已经快要竞价齐去的那种等级了。我们忙那一代都是社会顶流。不要，我怕我们被骂。你知道他们读这些学校之前，你也没有觉得他们的学经历真的很厉害，所以就代表我觉得聊得来还是比较重要。今天跟 Clara 约完会之后，就觉得也是一个很好聊天的人。聊完之后，他的好感度也是有上升的，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了。整体来说，今天的约会他的分数有提高，但是没有超过1、2名这样。谢谢。哇，好漂亮哦！天哪，这里也可以。这个跟第一天的有点像，但是有点公开，大家都听得到你在说什么。该不会全部都是双人房吧？我看看，还算大啊。其实大家都放在这间，神经啊！那个东西，他在录天哪！那怎么办？可能我把它当电视使用。
刘海不好整理。那个，我们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好不好？差不多喽，走喽。你怎么那么可怜呐？我跟你讲，你想要好对象，对不对？我推荐你呢去225同居约会。单身想找到好对象吗？那你可以试试看225同居约会。225同居约会呢是337同居约会的子品牌，它是专门为同志打造的一个恋爱的实体配对。这里的每一位会员都经过颜值审查、专人访谈，绝对没有诈骗，所以放心，不会踩雷。最棒的是，你的资料一次上架，你就享有终身配对的服务，配对的次数无限次。重点，你还可以先看到对方的照片、个人的资料，再决定要不要邀请他一起约会。所以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并输入专属优惠码，而且还能享有免费的1对1配对服务哦，绝对不要错过哦！好，让你们来公布一下自己的职业跟年龄。宣布要公开职业跟年龄的时候，其实我最好奇的是哈族的职业，因为就是认识比较晚，然后也没有很深入的聊过天。列敏的武则天，给你们猜一下。提示，我知道一些提示。你说可以远距上班哦，可以远距上班，也可以进公司上班。好秘书哦，你就是情欲秘书，对不起。我看着你，我只想着色色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把它抓进去。可以正经一点吗？你今天穿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太辣了，衣服拉起来，拉公布了一点，拜托。我很努力在看你的双眼，你知道吗？我说是大家心生了，大家都是这样。我是做设计类的，就是橱窗设计，然后就是outlet的或是百货的，然后还有海报。整个就是很适合他哎，还有一些品牌设计，就是维护品牌形象。那是要用 Canva 做吗？不会用 Canva， 做 PPT 的那个哦，通常是用 Adobe 系统啦，然后 Procreate 之类不会用。哇，好迷人哦！你这讲话好迷人哦，很喜欢你今天的说话，加分加分，喜欢。这样有返回一层，看起来比较聪明了吗？没有，有设计类的有。哇，很酷哎，这个是我不会注意到的职业，而且要加上就是看着他，我觉得脑袋只有色色的画面，他就漂亮好看嘛，然后还有穿那种的，我没有讲出来，但是我心里想，谁爱跟女主播？可能 OnlyFans 的什么啊？然后我没有真的讲啦，因为我就知道那个一定不是啊，因为他本人蛮单纯的，年纪应该更好猜了。29再上去32，对，这么准。我刚已经错一次了，还要都不准。今年32岁，看不出来，其实也看不出来，但是有一种，可是就是一种贵气的感觉，那个感觉可以在游戏课5、6千的感觉。可以耶。我以为弟弟的年龄会再年轻一点，就是可能20尾吧。猜吧。杰森，直接猜对。都要欧拉的科系，年纪应该我猜20，对，20岁。线跟线就是那个，对，最老的线。那大家可以猜一下。哦，确实没有人知道你。对啊，他是 coser，不是，那只是兴趣。对，那只是兴趣。我听到可能跟语言类有关，马来文翻译。这么准？不是，考生。对。考你要考什么？公职哦。对啊，要考公职。那可以问之前是读什么的吗？哦，可以啊，就法律系啦。哇，
那个法律是什么还多？你要洗那个还是宪法？那时候牛奶。他跟我说他考法律系，虽然听得出来他说话的逻辑性非常强，就是在跟他平常相处的时候很明显这样，但是他讲出这个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哈，接受不出来，就是你没有啊，就我还是考生。对，可是就是考国考的那一种，就是国考啊，就律师相关的吗？我要考移民或外交。Oh my god， 就是，所以就是翻译嘛？不是。Oh my god， 救命啊！哎，那个年龄还没讲啊26，可以再往上。哈？可以再往上。我以为你跟我差不多。28，没有，对。28。那你在读研吗？没有想到，就我原本以为他真的可能跟我同岁，甚至比我大几个月的那一种。虽然现在没有，但是我觉得猜一下我之前的职业感觉不错。火王仔。对，火王仔是有薪水可以拿的吗？你需要在工作里面当火王仔。社群小编呀，什么的社群？品牌的社群小编。哦，就他们呀，那年龄呢？我要猜21，再上去一点。23，没有那么老。啊，22，快23，快23，没有那么大，快23，对，快23，快了。讲错话。哦，我觉得伊娃最出乎意料，因为她其实成熟度就是外表的成熟度比较高，所以我会觉得她可能25。哦，没想到是才22，还没到23。哇，好幼哦，好幼稚哦。萌萌，大学刚毕业，然后现在在准备考研究所。哦，只有兼职的工作，没有正职的。补习班兼职行政老师。行政老师，原来老师才知道。老师，我这题不会。啊，老师今天可以深夜辅导。我帮你打电话给妈妈。然后不要，我想要你帮我课后辅导。我不会教学，我只能打电话给你妈。跟你妈妈说哦，我妈妈不会中文。啊？真的，我妈不会中文。啊，你们继续。那我要猜22。23。哦。因为9月生日，所以已经23了。学生呢？不是。反正我是跟我妹一起创业，然后我们卖东西。哇，好厉害哦！原来是小老板。卖什么？忙内小老板。卖跟他的睡衣。对啊，他的睡衣这个东西。哎，你不要透露哦，没有想让他知道。啊，真的哦。反正就跟 IP 周边有。 27。怎么可能？27，因为我想到创业这件事情是通常会比较后面想去做的，然后也有一定的资金资本。我还没23呢。哦，就我们3个都刚毕业。哇，其实我最小，在这同届里面。那你们3个真的是刚好在这里，真的是姐妹3姐妹花哎，真的。你们猜啊？是很需要就是跟对方 social 的哦，业务吗？业务吗？业务类哦，有饰品的感觉，对不对？饰品哦，也算是有饰品。会接触应该是会想要饰品那边啦。是珠宝吗？快要接近了，黄金，钻石吗？哦，黄金对。黄金哦，你有没有很意外，对不对？我怎么没有？哇，这样。因为我们是直接有黄金条块。年纪不是29，怎么样？28，就他最猜中了，不意外吧？哦，真的吗？我看起来不像28吗？你不要公开了，你是故意的吧？看起来不像28。哎，我觉得同期超好奇他是什么的。银行专员，直接想一个最奇怪的。等一下，他说很符合他，就是。你是做银行的？对啊，可是我现在是考生啊，我也在考银行，因为我原本是做银行的，可是就是我出来混一下。你很有做金融业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猜到，就是我是在帮你们收钱付钱存那个存折啊，喜欢想看你穿制服，短裙那个裙子制服，然后就阿伯搭讪你啊，妹妹今年几岁？哎呦，很漂亮，有没有男朋友？啊，我那个孙子真的会有才人几岁呢？介绍他儿子给我，超恶心，救命啊！他看起来
就是不像做银行柜台的人员。我觉得跟他整个人的风格很不搭。年龄的话，我想要猜27、26、25，已经讲了，已经讲了，中了，不是啊，25吗？25吗？25不是哦，26不是吗？我还在走进那个27。24，快满24哦，那我很抱歉。24快满25，才差一点点而已。24快满25。换如烟的职业，在能源店，然后有网络的经营的，然后现在改转后勤，就是做的就是在家工作哦，也是在家工作，有投资水烟管那些哦。水烟管是什么？在大家讲完一轮之后，发现我特别普通，不怎么样的，因为大家都是意料之外，对不对？看起来好像呆萌哦，然后我还最后一个讲，我就觉得我压力超大，也讲不出个所以然，这样人家要读研究所，人家要考国考，人家在做设计类，然后我说我在家废，大家都好聪明哦，大家就是这个人生很认真在铺路，很认真在走，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家里摆烂没什么志向的人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啊，更格格不入了，哎呀，我真的是虽然我喜欢不入，但是主要还是真的偏格格不入，真的。我觉得你的年龄很难猜耶。来看看我眼神。18岁没有21。谁哈？你们不要那么违心好吗？再违心一点。你们可以不要这么多。看我30。31。为什么不猜31？其实也蛮意外的啦，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经常做医美，然后我就一直问他说：“哎，那个好不好打啊？什么的，有没有用啊之类的。”你们有没有听过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我们背对背拥抱。这个接下来游戏是更进阶的，是背对背拥吻。你们每一个人是选出2个人，就其实像国王游戏这样子，选择要亲吻的对象。那你可以指派别人，也可以指派自己。等我唱完名之后，2个人坐着背对背，你想要跟对方亲吻的话，你就要转过来。那如果你没有想要跟对方亲吻，你就保持不动，就背对着。只要双方2个人都有转身的话，那2个人就开始亲吻。你们组合看谁亲吻最久，获胜的人，你们这个组合可以优先选床位。哇我吓到大吓到，因为就是这么直接嘛，就直接拥吻这样之类的。就是除了玩大冒险那个气氛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氛围有点很认真的感觉，因为大冒险是半强迫性的嘛，然后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自由选择了。如果2个人大冒险的时候亲跟现在的时候亲，就会那个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会用这种游戏的方式，因为这个游戏就是很真心吧，就没有真心话那么好笑的。就是还是会有一点小压力，但是那个压力不一定不好，他可能会有点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当然就是拼到底啊，就是我也是希望说可以跟卢嫣睡啦。如果说知道要跟卢嫣，当然就是能越久越好啊。对啊，一方面私心力，一方面胜负欲，没有也没关系啦，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安静睡觉的类型。当然可以的话，就是想跟自己有好感、喜欢的人睡啊，不一定要干嘛，没有要干嘛。那我们先请如烟，请你指派2位。那个同期跟弟弟。花栗鼠姐妹，你要喝酒了，花栗鼠姐妹，花栗鼠姐弟姐妹，纯友谊啊，嘴唇的唇啊，我直接用纸的。当然啦，因为我之前有用那个卡式，就是知道同期的前3，然后弟弟就是有在里面嘛，就碍于说同期比较被动，他明明就是很想要的，然后那边装不要，就让他给他们一点机会嘛。圆一下同期的那个内心的渴望，好有趣耶，好好玩哦。OK， 倒数5秒，5、
4、3、2、1。OK。他还在设计时器了啦。好，弟弟转身。忘记了，雷包哎，他已经在设计时器了。雷是什么计时器？他就已经准备好的意思。你想要干嘛？不是啊，他要赢得这个比赛，还要30分钟啊！还要赢啊，直接赢了。你们就请到我们去睡，我们等下去睡觉。舌头要伸出来。要参赛要嘴对嘴啊，如果亲脸颊的话就不能参赛，哎，因为那个长度不太一样。对呀。哦，因为我们在玩国王游戏，你就直接嘴巴了啦。好啦，纯友谊妹。他心里很想，好不好？嘴唇的唇啊，纯友谊啦，来啦，来啦，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感受一下。害羞，他需要你。不选就不选。好了，不强迫你开心，你开心就好。对啊。好了，过来。过来。还是我过去？脸颊吗？脸颊吗？霸道姐姐。我过去吧。好。快点！凶屁凶啊！哎，等一下，不能要亲嘴才算。没有啊，我们没有要那个嘛。同期很直接的亲弟弟脸颊，然后帮他擦口红。这个就他有直接进步了哎。对啊，他长大了，长大一点点。这次的排名跟之前的落差开始有点不一样。然后这个排名会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几天相处下来，有时候相处可能会比第一眼的好感更重要，所以同期会突然就是变成我的第2名，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很舒服，我们之间可能可以从友情慢慢培养起来。我觉得这边亲嘴的参赛组合应该就会有1位之类的。没有，我最近在嗑新的啊。他嗑新的，你说一下新的是什么？不能接受太邪门的 CP， 只是冷门，但绝对不邪门。冷门不邪门就是邪门啊！好，下一位同期，请指派2位。弟弟跟伊娃。哇哦，新组合哎！来了，有想法，我超有想法。那你很会想。我的想法是很紧张。5、4、3、2、1。快点录！因为我觉得伊娃就是一个高冷的、不敢表达他的情绪的人，但是他转身了，我觉得我很感动。看到他转身的那一刻，我很替他骄傲。这样，你看到他有转身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就是蛮欣喜的，就是觉得有机会的那种感觉。精心时刻，好看呀！应该说，我觉得他们的互动就是还蛮让人喜欢的。就不管今天是不是就是双方彼此有好感，但我觉得他们相处的方式就是让别人也会觉得是很好的相处方式，所以当然就会喜欢看他们互动。我会希望就是先亲脸就好，要循序渐进。我觉得有好感对象的话，就是亲嘴巴会有点太快了。好，下一位 Slaya， 请指派2位。不要看我，我好害怕。你自己也可以啊。好啦，这2个，去吧。去吧。去，干脆花艺术，快点去。他也是算花艺术。一开始你们2个就是有姐妹脸了，去，姐妹而已，嘴唇借碰一下。嘴唇借碰一下。现在没有嘴唇的哦，嘴唇就赢喽。好，5、4、3、2、1。好，时间到，失败。你好狠心哦！没
但是好，同期有转身，但是佩佩没有转身。雅人请回座。我爱看，可以。血流成河吗？呀，你有没有想想过？看血流成河？你有没有想过清理？让我大家都很爽。我转头了，就是我转头了这个举动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主动。因为正常来说，我可以藏得很深，我可以，就算我有兴趣，我也不转头的。我没有被他们开导，我还是以我原本的生活方式在选择的话，我那当下我是不会转头的。所以对我来说，那也是我的主动的其中之一。我会觉得啊，天哪，我会不会伤到他吗？他其实想要什么吗？对，但是我当下是觉得说，你应该也知道我可能比较喜欢什么，所以可以理解我这个行为。哦，我觉得他没有转身这点，可能当下有觉得啊，居然没有转身的那种想法。可是更多的是，我会担心他有压力，我担心他会因为我们可能变好，他没有转身，可能会让我难过，或是怎样的这件事情感到压力。就是我那时候比较多是担心这个部分。我那时候吓到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知道就是同期的内心排名了，就是他说他喜欢撒娇的啊，他又喜欢妹妹啊，妹妹就只有我们4个嘛。我的撒娇是属于有点恶心的那一种。你撒娇为什么是有点恶心的那种？你要看吗？好，的那种。好 ，OK。下一位佩佩，请指派2位。我跟萌萌。好，好，不要说，终于要踏出那一步了吗？就是我很为他感到开心。后面应该不会有人亲很久吧？因为你们会亲到隔天吗？没有。那你们可以等一下再亲嘛？你们下一组那好不好？有第2次挑战吗？因为我觉得他也想要看。你们可以用不同的那个体位亲2次。哇，哦，好爽！来一下，4、啦3、舌头2、1。我要看舌头打架。压最后1秒是怎样？我坐在那个如烟对面的时候，我要转身，但我正前方是坐如烟，我是看地板的人，不敢去看看他会有什么表情啊什么之类的。但我有在想，如烟在我正对面的，他会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不重要，因为它就是会发生。我是觉得那个心情他要自己去处理。哦，蓄势待发演什么油腻男？这样啊？哇，一直卷袖。Oh my god! Oh my god! 吴跟佩吗？不是，他们是借配。好了，不要提我的名字。我们是狗。萌萌主动的时候，我很开心啊，因为我一直都很想要看他主动的样子长什么样。对啊，所以我当下就是想看他主动的样子长什么样子，这样。我们是狗。我会死。超过了，等一下会有下一次了。有舌头，很享受的哦。有舌头，好湿哦。我说大腿，我大腿好湿。开车没有，就是说大腿我很会流汗，一下也会流，好吗？好的，还有一次伸舌头，我有看到哦，有。你们那个角度看不到我这角度看得一清二楚。啊，我这样头爆料好吗？哇，真是好看香哦！我最看好的佩佩跟萌萌就这样嘟嘟一下，有一点舌头，但就啾啾就没了。觉得这样就想打发我们，我觉得很不够意思。但我原本以为会亲更久就是我以为我们有要争夺床位这样，结果他一下就稍微小弹开这样，就是很久没有亲到女生的嘴巴了，好软哦。他刚好又是坐在我这边，其实我挺痛苦的，因为我在一直看着他选择别人。哎呦，到底谁能懂那种感觉啊？而且才好不容易就是只是约会1天，就是终于认识了。萌萌，请指派2位。再一次，很多次了吗？再一次，你可以指派别人。弟弟跟小哈。我刚刚有想到
那个组合。可是你一脸就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因为小哈其实比较不喜欢在镜头前面就是做这些举动，对他比较害羞一点，所以我在想这个游戏到底要怎么进行。老实说，我会觉得蛮疑惑的，因为我们就是前面几天大家都有说就会磕互相的 CP 嘛，但是我不觉得我会是让大家会去磕我跟他的 CP 这样子，就有可能就是其他人会想要看到的是弟弟跟其他人的 CP。应该说，我觉得弟弟跟其他来宾的互动也都很好，可以感觉得出，就是有一些人还蛮喜欢。就是他跟其他来宾的互动。5、4、3、2、1，不需要数完呢。我看到他转身之后，就在想说，那接下来呢，要怎么办？舌头5秒就赢了。不用吧？不用吧？舌头5秒就赢了。不用吧？真是，7年而已，也让我有点失望。我觉得弟弟要小心，小哈可能会被我抢走。弟弟跟哈祖他们转身没有亲嘴巴，有点让我意外。那算我也不知道他们关系到哪里啦，但是亲人家就是感觉很像友情之吻。好，2队已经有2队了，好 OK。啊，我的前面2名没了，拜拜，祝你们幸福。下一位 Eva， 请指派2位。哎，你冷门的 CP 都是谁？啊？我要等你指派。没有，我刚嗑完了。他们就是冷门 CP 哦。对啊。好了，还行啊，很不邪门，不错，可以。对啊。这样是邪门，这样是邪门。那我嗑一点邪门的好不好？萌萌跟弟弟好了。好邪门哦。弟弟啊。不会写，好邪门哦！我们睡了很多天呢。那萌萌跟你比较邪，很怪哎，够邪吧？超怪的。5、4、3、2、1。哎，那真蛮邪的，蛮邪的。2个人都没有转身。如果我跟你会转身？没错。会啊。下一位小哈，请指派2位。Soraya。不要看我，跟如烟吗？跟如烟。哇哦，再多喝一点。不需要喝。哎，你们可能输哎。有输的可能。对啊。他们2个疯子。哎，什么意思？哎，人身攻击。我是疯。好的那一种啊。我会不会输啊？我觉得他们2个会亲，我当下就觉得，然后我就想啊，这样我就不能选防卫了，不能当第一个选了，真的。兴奋、开心又怕失望吧，因为毕竟如果说他没有那个意思呢，就唯独他如果没有转的话，我反而会最失望。完蛋了，我有得失心了。5、4、3、2、1。这要的吗？来吧。你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好了，多了，姐姐，我帮你捏到。我帮你，姐，妹妹太多了，妹妹，那你太那个输。哎，Sora 跟如烟那个不是认真的啦，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放得开。对。你当下有惊讶如烟她转身，而且互相都亲嘴巴吗？没有我一开始就是觉得他们会亲，但是亲的原因是他们想亲，而不是说他们真的是2个都有感觉。最后他有转，我蛮开心的啊。对啊，就很投入啊。可是秒数我真的没有在算呢，我就想说要久一点，可是大家就是心想好了，够了。我就想说啊，我觉得我们要输了。那你跟如烟在亲的时候，想说也要伸个舌头吗？我有伸哦。到底是谁的分数比较高呢？好，格拉拉，请指派2位。有点想再嗑一次，但我有点想跟伊娃亲脸颊。好啊，好，来亲脸颊。
会选择伊娃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就跟他当室友，他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下来过吗？就是他好像还没有亲过，所以就想说，哦，好啊，那就一起亲一下，两个人都有游戏体验。5、4、3、2。你亲还是我亲？我一直都是主动的一方。哎，问这什么？问你这个臭0号，臭0号，臭，他是0号哦，他是0号哦。一脸公脸就，哎，怎么这样？怎么没有G5？哦，好，哎，加戏，要这样，就是你怪啊！哎，自己加戏哎，大爆跳，大爆跳。亲完一趴就觉得好像好开心，漂亮女生。弟弟，请指派2位。萌萌的伊娃。没想过够邪，够邪，有在观察，我有在猜哦。哎，完了，哎，很开心。笑场。4、3、2。好大团圆套。1。哎，你自己选。啊，那我亲一点。哎，可是你刚被亲，那你亲我。好，你要用那个猪，好，换你当。好调皮哦。好烦哦，好欠头。怎么演？单纯一点。怎么演？好。左右手一下。球吗？好可爱。他是把它当狗狗还是猫咪啊？我亲我家狗会比较激烈一点。那你可以把它当狗啊。那你示范一次。我以为是更刚刚答案揭晓，我们亲吻最久的一组是 Soraya 跟如烟。为什么？为什么？差可能一点点。不差一点点，你们多了0.几秒。你看你，我就说多了。我不知道，你有在数，我没有在数哎。选择床位。两个人的比较好睡，比较不会被吵。我会害怕。不是，我都那么早睡，你们就知道我的习性。好。你在外面待得够久就可以。我很快就睡着了。等他睡着，很快就睡着。没有啦，我也是很快就睡着。我们就双人的。那你面对 Soraya， 你现在会有什么心情吗？我现在就是一种朋友的感觉，他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他对大家都是这样子。第2名，萌萌佩佩，请选择。3人的，我觉得3个人相处是比较好的。如果我单独跟萌萌，那个伊娃要去哪里？昨天选的那个伊娃跟萌萌他们去约会，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就是他们可以变成比较亲近一点嘛。这样我觉得我们3个人才不会看起来就是好像只有我跟伊娃，然后我们2个就把萌萌排在旁边，你就觉得我们这样3个人会相处得更好。我们3个现在就是有点黏在一起。一进来的时候，佩佩看到3人房就说我们要睡这里，这就是我们的房间了，这样感觉就是3个人一起睡蛮好的。心动讯息，规则跟昨天一样，收到的人把它念出来。就弟弟，即使只是很悠闲的相处，也觉得很开心、很自在。虽然今天并没有太多的行程活动，但感觉到你很疲劳，也担心拥吻活动让你觉得更加劳累。希望今晚你可以好好休息，让身心都得到恢复。明天还想继续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那我传心动讯息的对象是弟弟，我们就是虽然待在家里，然后没有就是其他出门的行程，但是可以感觉得到就是彼此就是真的有比较累一点，然后所以今天就是我也没有太过于主动想要去对他表现自己，然后或者是想要更主动，然后脚步更快的去理解对方的想法。今天你没有收到心动讯息。我当时看到没有收到心动讯息的时候，我真的超级 sad 的。就是我本来一直以为同期会传给我，因为我今天跟他在餐酒馆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
他对我的好感度大大上升，甚至有可能一跃成为第1名。但我现在就是觉得女人的嘴骗人的鬼。女仆已下线。女仆已上线。我知道你不喜欢在很多人面前玩小游戏，所以我没有向前。以上。我不希望他误会我今天没有转身，是因为就是我没有坚定的选择他。你今天没有收到心动讯息。OK。拍什么手？但是你有收到我的心动。啊，你也没有传给我，你在那边讲。有些东西不能好呛啊！文字。你们去床上打架啦，我们愿意看。我在打。萌，我直接一个大啾咪，终于遇到一起追星的人了。猫咪嘟嘴，6个，爱你爱你爱你。因为我今天才知道他也有追星，然后什么什么，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聊喜欢的偶像的人了。因为真的太久没有聊了，有点干燥，就有点追星的那个火焰有点熄灭这样子。今天才发现原来你是细心的人，谢谢你有在细节也让我发现了你的好，让我有个小心动 moment。就这样。我那时候是传给佩佩，因为是有收拾行李换下一个住所嘛，我有东西落到一个地方，他就发现然后拿给我，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女生会有的小心动时刻，所以我就传给他，就突然会觉得他有在注意耶，有在贴心耶。我其实很罪恶，因为他传给我这一则心动讯息，其实是我在跟他打嘴炮，然后他把它当真了，只是有一个他的体香膏，然后我就是在我们的厕所里面找到，其实是伊法找到的，然后伊法叫我拿给他，然后他就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我的？我就打嘴炮说，我有在注意你啊，我就有在看你的细节这样，但其实没有，那只是那个伊法拿给我的。然后他因为这件事情很上心，我就觉得很有罪恶感，我希望他不要知道。那我可以说这是个小误会啦。然后后来才知道，其实真正贴心的是伊娃，他只是帮忙传过来的。后来他自己跟我说的，就是很棒，他自己有那些小内疚。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小晕啊。女生就是很容易这样乱心动啊，也不能怪我们花心啊。昨天聊天很开心，希望有机会出门约会。第二则。你要武则天下一任。很开心啊，萌萌传的我都开心啊。要幸福快乐哦。有啦，有啦。五月一定也知道我的第1名是谁嘛，而且很明显啊，所以他收到那个，我就是当做我接收了这样。我本来不想打心动讯息的。然后后来我还是觉得打给佩佩，其实想很多，我要打说谢谢他，就是愿意，就是也不能说愿意，因为那是强制性的，被我抓出去1整天约会这样。还蛮感谢他就是今天的陪伴这些，然后告诉我很多他的想法，就是我们很多结都打开了这样，这是我最开心的一点。我本来想要打很冗长，但是我心动讯息前已经有择偶的部分了，所以我就改成祝福他可以幸福快乐这样。可是我觉得打这个太痛苦了。那你对谁的心动讯息最有印象？就祝你幸福吧。佩佩有一则什么祝你幸福的，我原本没有想说会知道，就有人跟我说了，我就知道他是那个人传的了。那你知道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对于佩佩的话，就大家都是对他蛮有好感的嘛，所以没什么想法。传给佩佩的那个人就有一些小心思了，小情绪了，因为他也有说一些其他的啦，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不会再我要哭了，就有点自暴自弃，觉得我不要，什么都不要了。
一直主动的人也很辛苦啊，又有谁在乎？等我在乎，大家还很累啊。因为一直以来的感情都是我去照顾、在乎对方比较多，我比较懂事，然后就会牵扯到很多啦，成长背景什么都是。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因为这些难过，然后就去真的甩锅抛下一切。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去承担这些，可是我也好累哦。全部都好累哦。我也很想对前任说，为什么要假装爱我？我很努力认真的去爱，可是因为我太独立了，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没有那么爱对方，因为我前任就是他会不安心说我是不是真的爱他。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稳，他给我感觉很奇怪，就是他嘴上爱我，嘴上说爱我，但是我很相信爱在细节这件事情，所以他很常会忘记我们一些事情，或者是我觉得他没有真的那个心，隔1个月就被我抓包，他跟别人出轨，都是很后面我才知道说他一直不老实。我这些没有跟我朋友或跟我家人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我也在就是努力想办法让他知道我很爱他，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怎么做都不够，怎么做都不对。我心只有你一个，那你怎么一直觉得我不爱你？那今年我有学到一件事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看待别人是那个样子。我很努力想要去爱别人。但是一直看着对方，只看见别人的样子，我还是很累。可不可以看看我啊？我也很棒啊，我很努力发光我还不够好吗？你要我怎么做？我不知道啊，我只会说没事，我在啊。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说，你们都很棒，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好。要记得爱自己，我也在努力的让自己记得我要爱自己啊。你为什么是把骨头丢到我盘子里？这是我的骨头，不是你。我的天哪，不行！我没有跟你约会，我再也没有见到你。我当下真的很震惊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很好看。某一个环节应该看得出来我有点丑很累。因为他说我们就做朋友好了，我们就做朋友就好了，是怎样？我都还没有告白，我都还没有说出我的真心话，你跟我说做朋友什么意思？你也不会主动来找我讲话。我问你这几天，你有几次主动来找我讲话？我起码还会找你讲话的体验。你看我床伴选你，你看30分钟也是我来找你然后你还说我不主动吗？你要说不心动吗？不可能，我快被吓死了。然后当下就只觉得他真的很香，然后他真的很柔软，碰到嘴唇的那一瞬间是我开播以来最心动的时刻。天哪，各方面来说都很好。可能我的1、2名下降了，然后弟弟往上冲了，所以现在弟弟可能会是我的首选。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我已经睡着了吗？这次我学生会已经睡着了吗？你看，好丢脸啊！土地尊，我宝宝。其实怎么说，就是从我们第一次约会，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人。
然后在我收到那则讯息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里有闪过很多，就是可能他会跟我说，就是我没有在看着他了，或是就是我可以，他愿意当我的备胎，或是当我的工具人这些话。然后，所以我当时才会觉得就是很难过，就压力有点大，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他回应，但是就是他这样子的告白也让我觉得蛮心痛的。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成员们观看节目播出的第一反应。但是呢，你要注意，假如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直接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在可能别在的空间，